相亲啊，你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聪明点的人啊，他都会很幸福；不聪明者后果自负。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呢，气得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都撂挑子不干了呀。她今年30岁，身材匀称啊，这个颜值打6分，本科学历，在私企做策划的，父母都是农村的，有一个弟弟。她来找对象，想找一个工作体面、年收入30万以上、有车有房的。我忙活了一上午啊，给她介绍了好几位。这第一位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啊，自己开房产中介，这个大高个还很帅啊，比他小1岁，年收入啊在30个左右。他说不行，学历太低，工作也不稳定。我给他介绍了第二位，比他大了4岁，硕士学历，公务员，年收入在8万左右，有车有房啊，父母都是老师，就是这个个子不高，165左右。因为确实有短板嘛，个子不高不好找对象，但整体条件确实优秀。人这姑娘一听啊，不行，年龄太大，个子太矮，出门让人看了笑话。哎呀，听完我是真头疼了呀！你搁这儿买东西呢，货比3家，人条件要是都让你满意了，家里边还富得漏油，那人家找你干嘛来了？人家这条件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吧，但多看你一眼都得上那眼科医院里去矫正斜视，好吧？这姑娘呢，又哄又撒娇的让我再帮忙推个。我呢又给她找了一个同岁的事业单位上班，父母都是公务员，小伙长得很帅，这姑娘一眼就看中了呀。结果呀，联系人家男方之后啊，人就回复了一句啊，女方家庭条件太差了，不考虑。就这么一句话呀，这姑娘愣是把这个男士啊给数落了半个点，就是一副我看上你了，你凭什么看不上我？数落完问我呀，他凭什么嫌弃我家条件差呀？这问题问的呀，我也是无语啊。我家要是这条件啊，我都嫌弃我自己，那别人凭什么不嫌弃我？结婚不是共同进步，起码也是大伙过日子吧，人家条件也不差，干嘛要找个拖后腿的？这姑娘听了不愿意啊，说男人比女人多了3000多万，好多男人都找不着老婆，怎么还挑女人条件呢？听完我说，人这3000万呢都在农村呢，你去不去啊？他说不去，我要看家庭条件的。哎呀，就因为男方嫌弃他家条件差这事啊，和我愣是叨叨半个多点，最后我是委婉拒绝，把他送走了。家庭条件差的女孩，你要是进入相亲市场，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千万别想着哪个条件好的男人和你结婚呢，不会看你的家庭条件。谈恋爱可能不会在意家庭条件，但是结婚会，毕竟条件好的男人，人家也不是慈善机构啊，谁结婚都希望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吧。穷女孩想要嫁得好，一定要付出更多，你需要有足够利他的属性，比如说性价值，你年轻漂亮身材好；经济价值，你足够优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么你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体谅关心理解他人，让人和你相处的开心舒服啊。相反，你啥也不提供还闹脾气，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相亲大家都是权衡利弊之后才决定要不要和对方相处的，这过程它本就合理合法，你难受别人怎么嫌弃你，那你自己就找个犄角旮旯里哭去，别抱怨。你这还没开始找对象呢，就拿一些客观存在无法修正的毛病挑事儿，就这个人品，要处对象的话，后面都是坑，鸡蛋里边挑化石是找茬，你真是挺伤肾的啊。最后呢，给大家放个教育片啊，找对象别贪，不然你啥都捞不着。昨晚接到一对情侣的咨询，哎呀妈，当着我面就打起来了。男方呢是有处女情节要分手啊，女方觉得对他不公平啊，两人吵得我的脑袋瓜子嗡嗡的。他们是通过朋友认识啊，互相喜欢，门当户对，这三观呢也合适。很快呢，两人就确认恋爱关系啊。熟悉之后啊，这男士呢就知道了女友曾经谈过男朋友这事儿。男士呢是处男啊，对感情是洁身自好。这女友不是第一次，他心里啊就对这事儿啊是耿耿于怀。说着说着呢，两人就开始当我面吵架呀，气势上是谁也不让谁呀。男士说呀，自己是处男，觉得找了处女啊不甘心，
女方就问啊，既然不关心，为什么一开始不分手呢？那这说啊，自己也很纠结啊，这感情上很爱女友，而且女友呢也对他很好，关心慰问，给他很高的情绪价值。他也有想过，女友当时谈恋爱啊，也是奔着结婚去了，遇错了人呢，也不是他的错。一开始他以为自己不介意啊，可以克服，但是一想到女友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啊，以前也是这样对前男友的，他就特别难受。甚至啊，抱在一起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想到他以前也是这样抱前男友的。关于还没有发生的性关系啊，他有期待，但是一想到他经历过这些啊，就会不自觉的比较，会不会不如他前任。脑海当中呢，也浮现出啊很多他跟前任在一起啊恩爱的画面，那种感觉让他很痛苦。他尝试过啊自己劝自己，可是心里呢怎么也克服不了。于是他跟女友提出分手，这女友听了也很委屈啊，说自己第一次啊是被渣男给骗了，自己是不情愿的。说到这的时候啊，男友就表示不满呢，男女上床这事啊不存在骗，他可以骗你的人啊，但是骗不了你的身体，要么是两情相悦啊，要么就是强奸。如果不报警啊，基本都属于自愿。两人呢说着说着又因为啊这个报没报警啊吵起来了。女友说啊，她现在很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她觉得男友因为她不是处女这事提分手啊不公平，于是就找我啊来分辨是非来了。我们呢也算是彻夜长谈啊，才把这个事情给谈明白。两人最后啊也是决定好合好散。今天呢我就特别想说说啊这个处女情节。好多男人来找对象，有这个想法的真的不在少数，包括很多女人也有。前两天有个姑娘来咨询啊，说自己是处女啊，因为爱情嫁给了现在不是处男的老公，婚后看似很恩爱，但是一想到啊自己老公跟别人是翻云覆雨那些事儿啊，她就觉得特别的憋屈，特别的痛苦。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接触了有处女情节的人多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情节就像漩涡一样，让人深深的不可自拔，像一根刺啊扎在肉里很深很深，你很疼啊，但是你拔不出来。当然呢，除了那些啊单纯只想找处女谈恋爱的人，有人说呀，都是什么社会了，还在乎对方是不是处女啊？这个心结的本质啊，就在于啊，和处女在一起的时候，他所有的经历啊，都是跟你有关。那从青涩到成熟啊，都是只有你的参与。这种经历是可以支撑后面漫漫的人生路。处女啊，是把她自己所有的一切给了你，而面对非处的时候，脑海当中啊，想起那段感情和经历不是跟自己啊，就会觉得憋屈难受，接受不了女友和前任的那个画面啊，最让人痛苦了。当然，本身有处女情节的人呢，也知道非处啊，并不是因为放荡才成为非处的，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个情节和感情的时候，始终很纠结。我相信啊，如果一个姑娘最先遇到了你，第一次肯定也会给你，只是啊，没有如果，人生也不可能重来。你可以不接受她，也可以选择分手，但是她对你的感情啊，假不假，你需要自己去感受，这是两个东西。她是不是处女是事实，她爱你啊也是事实。爱情呢，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如果介意大于不舍，如果你觉得处女情节会比失去她更痛苦，那就优于做自己的选择，失去她。在苗头初期啊，就切断苗头啊，分手，这是我唯一要劝分的。好了，说到这儿了，大家怎么看待处女情节？好多男人是一点都不会相亲啊，你看看咨询我那些问题，让我如何回答呀？有一位男士啊，听说相亲要给见面礼，于是批发了10条金项链啊，见一位送一位。4年过去，至今包里还有2条，问我都送了礼了，为什么人家不跟他处对象啊？还有一位男士，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啊，对方吊着他2年多了，和别人结了婚，就产生了报复心理，跟我沟通啊，女方他娘呢也是单身啊，怎样才能追到手？我痛不痛苦啊？还有个男士条件很差，没车没房，为了撑面子呀，租了一辆保时捷去相亲啊。这女方呢特别热情啊，看上保时捷了，现在面子下不来了，问我怎样快速才能得到一辆保时捷。妈呀，这个王八看了都得心疼我呀，这么不会相亲的吗？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说说相亲的一些潜规则，这些啊你得懂。这个相亲啊，一定是要从门当户对开始，势均力敌，互相吸引才是最好的爱情。阶级差距太大呀，两人之间的爱情啊，很容易被利用。女人相亲呢，一定要趁早啊，因为到了27岁，你就会发现身边啊，你能看上的人越来越少，而到了35岁，能看上你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少。不要每次啊相完亲就去问对方态度啊，你有没有看上我呀？咋地还能立马爱上你吗？他的态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热脸贴上冷屁股，不难受吗？如果你看不到对方态度是啥样的啊，这事啊基本就黄了。女人单纯想靠年龄和美貌啊，不会长久。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啊，这只是一项不断贬值的资产，他们会认为最划算的投资方式啊是租赁。所以你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经济价值。
这相亲的时候啊，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是一步步升级来的，不要说一些越级的话，表现出越过你们现有关系的关心。哎呀妈呀，我见过一见面就拿花表白的啊，还有长篇大论说自己如何一见钟情的爱上了他，他傻还是你傻？另外，这聊天呢也要懂得去升级，能视频啊不语音，能语音呢不文字。这文字啊是最没有感情的，当你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啊，这事儿啊它基本就凉了。不要认为呢你可以搞定一个高傲的人啊，高傲大多数摆给那些啊自己不喜欢的人看的，那自己喜欢的呀瞬间变成啊乖巧的小绵羊啊。闲的没事就可以审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感觉自己有点舔狗的味道了啊，那就先冷落对方几天，再决定啊要不要去追。此时呢这段关系啊它已经变质了，追求的时候自己的位置摆得越低啊，他越没有机会，尽量维持啊平衡的原则。对方呢是在找另一半，而不是在找舔狗。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择偶要求始终如一啊，就是年轻漂亮。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择偶要求是慢慢变化的。那最开始啊是长相啊，后面呢是会向情绪价值倾斜，最后呢是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然后追求品质和稳定的生活。谈恋爱呢才会讲究情绪价值，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结合。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先提高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远比把时间浪费在对方身上，哄他逗他开心更有用，更划算。咱们啊追不上就换一个，别当备胎，这备胎的命运可是很凄惨的。就算有那么几个幸运的备胎转正了，对方也只是没得选了，将就而已。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不要对爱情期待的抱有太高了，尤其是相亲啊，简陋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啊，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恋爱知识懂得太多呢，也只是帮助你能搞定阶层相差不大的对象。想要追求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啊，还得提升自己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相亲你要学会撩，而不是去追。追呢，则是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对方情绪，讨好他。撩呢，则表现为随心所欲啊，大概呢就是只对你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己的高价值，从而达到吸引你的目的。以上内容呢，大家呢得谨记。我现在要去回答那些奇形怪状的问题了啊，有问题你可以给我留言试试啊，反正奇怪的我就笑笑，我就是不答。上个月给一位大姑娘和小伙子介绍相亲啊，两人刚见面呢，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小伙子觉着呀，这姑娘很合眼缘啊，姑娘也觉得小伙子是年收入很可观。于是两人见面之后啊，就开始聊天，互相问候嘛。小伙子很是积极啊，嘘寒问暖，这各种礼物红包啊一应俱全啊，就差摘天上的星星了。女方呢倒也回应，但基本上男士找才回复，从来也不主动问候，就这态度啊。哎呀，人家男士啊是绝对不影响的做舔狗的心啊，一有空就去给姑娘当司机，一到周末吃喝玩乐加导游啊，一条龙服务安排上。半个月之后啊，这个男士的妈妈呢主动请这个姑娘吃饭，并送了一套化妆品，价值2000左右，姑娘呢也收了。之后这几天呀，男士依然对这个姑娘是嘘寒问暖，人姑娘呢也依然是有问才有回，不问不回的态度。慢慢的，男士啊就主动聊天呢越来越少，最后直接就不发信息了。这姑娘觉得很奇怪呀，就发信息问男士怎么最近也不追他了，也不联系他了。男士过了好久才回信息说呀，我相亲认识了其他的姑娘，对不起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好，于是这姑娘是气势汹汹的跑我面前把男士是从头到尾那是祖宗18代都给问候了一遍。大意就是男士是个渣男，正在追求她的时候又认识了别人，不负责任。我听的是云里雾里给男士打个电话。男士说呢，他对女方一直都很热情，也很喜欢，家里人呢也很看好他，但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热情呢也不积极的去处理关系，他觉得很累，慢慢的就不想联系了。男士以为不联系了就是断了关系，谁知姑娘又来问他，他才说了自己已经相亲了。挂了电话，我问这姑娘，你到底是喜不喜欢这个男士？她说感觉还行谈不上喜欢，需要考察一段时间。既然你愿意认识，怎么就不积极一点呢？他说这谈恋爱本来就是男人追女人，何况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呀，我对他好不是显得我自己太廉价了吗？这观点真的听的是无法忍受你搁相亲市场上装啥仙女下凡呢？相亲都是要双方积极表达这个交往诚意的，人家积极主动了那么长时间，甚至还安排长辈和你一起吃饭，给你那么贵的礼物，你表达过什么诚意呢？他说我都接受了呀，他和我聊天我也回复，他请我吃饭我也同意，他送我东西呢我也收了呀。
我这个也是积极回应了。听得我呀血压蹭蹭蹭的上到180呀。人家只是和你相亲，他不是你男朋友，没有义务得一生一世的追求你吧。你但凡在他请你吃饭的时候假装抢着买下单，或者回点小礼物，他回家之后问问他到家了没有，平常主动关心一下下，关系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这也算是本事。人家那些装成卖茶女的抠脚大汉都比你有女人味。这姑娘听了也很委屈，说他凭什么和我相亲的时候又要认识别人？哎呀，听得我那是气不打一处来。这有些人毒鸡汤喝多了，这毒血攻心，拎不清现实了。你都进了相亲市场上了，还得做着呢四海之内皆我霸，都得宠着你的塑料公主梦呢。相亲都是有目的性的，忙的时候呢，一个女人呢能够见2到3个男的，这是常规操作。一个男的一天见2、3个女的呢，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男女双方就开始在自己这几天见的这帮人里面互相挑选。今天我约你，明天我约他，后天他约我，这个就是相亲。相亲好几个都是渣男的话，那你太埋汰渣男了。啥时候门槛这么低了？相亲遇到合适的喜欢的就要主动积极去给些回应，给你发条信息好几天不带回的死了吗？这活着就主动给回个信息，不合适就拒绝。网上霸道总裁的爽文看多了，一副只享受不付出的样子。别忘了现实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人情世故。就像你花钱送礼求人办事是一样，你收了礼，你总得帮我把事办成了吧？不能办咱就甭收。成年人恋爱很难做到付出不求回报的。最可怕的是莫过于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和一个不懂装懂的人谈恋爱，利用性别优势去消费另一方的。奉劝这个不行，下一个更好，别被那么吊着走。特别想讲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想结婚了？今儿我就长话短说，我家王八和刺猬都嫌我是啰里吧嗦的太老婆嘴了。上午呢，有一位男士家长来找对象，是个妈妈他儿子32岁，未婚，在国企工作，年薪在8万左右。那家长呢是特别着急说什么条件的都可以，我们家也不挑离异带孩子我们也接受。接着呢他就开始哭哎呀，他这一哭我那心都慌他说儿子不想结婚了，一个人过挺好，这辈子也不打算结了。他特别着急，问我该怎么办。哎呀，你问我这治病得先治根拿男人来说给资本家们打工累了一个周，回家躺床上玩游戏看电视，一觉睡到大中午，喊上哥们儿那啤酒嘎啦卤个串回家袜子一脱鞋一扔想怎样就怎样。好了，相亲认识一个女朋友那付出是人力财力去哄她，绞尽脑汁的去跟她聊天说话，情商不够智商也费劲儿。好不容易挨到结婚了，车房彩礼、婚后生活开销以及未来家庭、孩子等等各种问题，裤兜比脸都干净，存款还不够还贷的。对方彩礼张口10万20万，人家要个保障你看完了，最后2人分手。与其说不想结婚不如说是想而不能。结婚所需要的负担压力太大了大到让人一眼望去就自觉无力承受的地步。怎么办？那等着国家分房分车分对象吗？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就拖着蒙着眼睛装瞎子，我啥也看不见。除非天降马云于我面前告诉我磕一个头给我1万块钱，那上不封顶，那行了，我就可以发家致富了。不想结婚无非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理由。男人女人都这样，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自我欺骗，最大化的拖延时间，活在当下快乐一天是一天，对吧？宁可窝在被窝里闻着脚臭味看我说段子，也不带出门相亲的。说白了，男人呢不想恋爱结婚多半是因为害怕女人要车要房要票子，再没事要个情绪价值，要哄要陪的。女人不想恋爱结婚呢，多半是因为害怕男人赚不到钱，没有上进心，还把老娘当保姆用。有些人很聪明，会拿婚姻当砝码去换取财富和地位。在学历贬值、财富分化的今天父母的干预再加上这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友好，确实可以让婚姻变成看起来极为昂贵的生意。对于男人而言呢，这桩生意的代价太大了，在没有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很难达成。于是就觉得这生意不划算，老子不干了。对于女人而言呢，排除掉少部分的现实主义者，相当一部分女人追求的生活价值是无法在婚姻当中实现的。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所追求的高品质婚姻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太多了，欲望太多，得到太少，所以越来越多的不婚的人认为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你要问我到底需不需要结婚我记得张爱玲说过，结婚是为了维持生计，人生的每一步它都是不能少的。结婚可能有遗憾，但是不结婚绝对有遗憾。说得好，我实在太崇拜你。
今天这事儿有意思啊，一个姑娘给我吐槽她相亲对象，说她太抠了啊，简直就是这个抠门界天花板。听完我都懵逼了，长话短说，说重点。两人是去年5月份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因为男士挺帅啊，聊天呢也比较有感觉，合得来啊。7月份就确认了关系，9月份呢就开始了同居。哎，这故事啊就从这儿说起了啊。首先呢，两人经常为节约用水这事吵架啊。男士呢洗头担心浪费水嘛，先是用盆洗，洗完的水啊把脏衣服再给洗一遍，然后再倒到桶里啊，再用来拖地。洗菜水呢也是倒到一个盆里啊去攒着，等着用来刷锅刷碗。这姑娘就不愿意啊，男士说呀，咱也不是大户人家，能省啊就省点。平常呢两人也是为买菜这事吵架，一般呢都是男士买菜啊，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点去，因为快下班啊这菜呀他都打折，这一买就买一大堆啊，只有好多烂了的呀，他就把烂的给切了之后吃。还有水果啊也是超市打折处理的，买回来之后是切掉坏的一半，吃好的那一半。这姑娘实在是忍不了了呀，说想吃点新鲜的，结果人姑娘出去买了2斤好一些的苹果，回来两人就为此吵架呀，说这苹果有特价的，带干巴还能便宜不少，这吃都一样，嫌这姑娘呀浪费钱。另外呀，家里用的卫生纸啊都是从公司卫生间里拿回来的，每天呢就拿1-2卷，这家里床底下呀塞的是满满当当啊，上百卷。家里的洗头膏、牙刷、这个牙膏、拖鞋、毛巾等等啊，也都是男士啊出差带回来的，几乎啊就没有自己买过。连送女友的衣服和包啊都是闲鱼二手买卖市场上淘来的，平均呢也不到50块钱。两人为此啊吵过很多架，也闹过分手啊。每次这男士啊又哄又劝，两人呢又和好了。这还有一次啊，这姑娘的爽肤水用完了啊，想去网上买，被男友知道了，说那些化妆品啊都是暴利，成本啊都是几毛几块的，效果都是糊弄人的啊，别被骗了。于是啊，人男士啊亲自去网上买材料，花了6块钱，按照教程呢给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肤水。姑娘很是尴尬，又忍了这事儿。平常这两人出门吃饭呢，一直都是 AA 的。这男士啊是自带卫生纸啊，因为有的饭店啊那纸巾啊它是2块钱一盒啊，他是花钱的。这前天晚上两人出门吃饭啊，这个男士啊忘带纸了，好家伙啊，吃完饭啊他不擦嘴了呀，用免费的这个茶水啊给涮了涮。这姑娘不行呀，非要打开那包纸巾，就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啊吵了2天，最后分了手。这姑娘说呀，最生气的就是啊，分手的时候，男士说她是拜金女，说就想找个有钱的。她说自己和男士生活了5个月，这个男士给她花了不到500，自己花了快1万了。她越想越憋屈的问我呀，男友这么抠，提了分手难道错了吗？听完之后啊，我就想想我那些啊每月花费几千上万还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丝们啊，情何以堪呢？这不是妥妥扎人心吗？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男友很抠怎么办？今儿呢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抠门的男人分2种，一种是极度抠门的，那这类男人呢，无论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与否啊，金钱方面都是要跟你计较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一个外人，永远以防着你的姿态呢和你相处，就怕呀担心你占他一丁点的便宜，总是啊防着女友，防着妻子呀把钱财转移到娘家去。这类男人啊他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由于对人事物缺乏一种信任，所以格局也相对于比较狭隘，道路啊自是不宽。那另外一种男人啊是属于在恋爱期间表现的比较抠，但是在婚后呢却会把钱财通通交给妻子管理。这类男人呢不能说抠门，只能说他们是了解赚钱的艰辛啊，只想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们不会乱花钱，也不会那么浪漫，可能不会给你买花，但是更愿意买一些实用的物品来送给女友，类似于生活用品啊等等。他们虽然说不够浪漫啊，不够大方，但是比较有担当，不会让你婚后啊为钱担忧。也许赚的不多，也不属于有钱人，但是他们会给足你安全感，给你依靠，一辈子啊对你不离不弃。那这类男人啊直男居多啊。总之呢，就是人无完人，是人都会有缺点，凡事啊多一些宽容，想让自己舒服啊，先让他人舒服，有舍才有得，计较的少啊，收获的才会多，格局越大，道路它就越宽。说得好。